这些就是我记了10年的手账本，从2015年10月份开始到去年年底结束。其实去年就挺想把它们都摆出来拍个照的，毕竟重量已经把我的上一个旧书柜的抽屉给压垮了。这次就趁搬家以后买了新书柜，可以好好的整理和收纳一下。昨天我已经把它们拿出来在地板上摆了好几回，但是都失败了，因为里面有的本子像是 TN， 它的长是 A5， 但是宽又大概是 A6 的样子，所以很容易摆的不平衡，就全部都倒地上了。最后就是发现需要有2个边角可以让它们靠住，才能够摆成现在的样子。那我现在是想把它们都转移到桌子上再拍个照。我想把这些本子都落在桌子的这个角落，然后把它垒高拍照。因为昨天放在地板上量了一下，它的高度比我想象的要低。我以为记了10年，这么多本子应该会跟我自己的身高差不多，但其实差不多就到我的肚脐那里。所以再加上这个桌子本身的高度，就估计跟我差不多高，看起来可能会更壮观一点。所以现在就还是按照刚才的那个顺序来把它重新摆放一下。OK， 现在就是垒好了，跟我的计划差不多。确实这样就是，如果我站在这些本子的一个方向的话，跟我差不多高，甚至比我还要高那么个几厘米吧。看着还是很有成就感的。除了把这些手账本垒高拍照以后，还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做了统计，比如说定页有多少本，活页有多少本，自己最常买的手账尺寸是什么，以及喜欢的且买的最多的品牌有哪些。按照这些方式拍完照以后，现在就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进行分类，再收纳进书柜里面。像有的本子写完以后有做标识，所以是比较好分类的，比如这种。那像日程本本身就是带了时间标识的，也会比较好做。有一些就没有，比如说这种。不过我想起来之前自己有用一个脑图软件做手账编年史的时间轴，这个软件还蛮好用的，但是我记得应该是按月收费，然后还蛮贵的。我应该是趁它有那种免费试用的时限之内，把这个时间轴的脑图给做了，但是就是做到了2023年，所以24年、25年还是要去回顾一下。基本上分类完就是这样。整理的时候发现有2个问题，一个是有这种一本里面记了很多个时间的，因为你记旅行手账可能没办法去一个目的地记完一整本嘛，那又不能浪费纸，所以就会这样记。像这种的话就不是特别好分类，只能说把它大概的放在整个大学的一个
时间段里面。再又是我觉得好像工作了以后会更容易用那种公历年来区分每一年，比如说24年、25年。像是上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按照学期和假期来区分和记录的。比如说是高2年级上什么的，然后什么大2上，然后暑假寒假这种，所以可能不是完全按照一整个年份，比如说从2019年的1月份到2019年的2月份这样去分类的。那整个大致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区分，这边是高中，这边是大学，然后这一边是工作的时候。按照原来的想法，用时间排序摆放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每一年用的本子它的尺寸不是统一的，所以这个高度和深度都会参差不齐，而且就是看着有点乱吧，我觉得。也可以按照尺寸来排，那样的话肯定就会看着更整齐，而且空间利用率可能可以大一点。像这种其实可以摆2排天吧，我想。然后这个书柜一共有3层，我现在是站在一个凳子上来放第3层，因为它有2.37米，所以我是自己够是肯定够不着的。但是我没想好这一层到底是放这2层还是放这2层，因为这2层可能还会放一些常用的其他物品，这个要纠结一下。还有就是这个书柜它的隔板高度应该是可以调的，如果按尺寸来摆的话，可以把这个板往上面挪成 A6， 这个板摆成 A5 或者 A4， 这样的话它肯定最后摆出来就会更整齐，会更好看一点。但是我还没有学会怎么挪这个隔板，所以还是要纠结一下。但是目前就先这样吧。那再把这10年的手账本整理和收纳好之后，我们就一起来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去聊一聊我入坑手账的契机。那我记得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课间，班上的有一个同学就是坐在我后排，他当时就给我展示了他的手账本。那他给我展示的手账，我觉得可以理解成一种装饰了的日记或者是周记，那里面会有纸胶带，有贴纸，还有各种颜色的彩笔等等。当时就觉得很新奇，就是没有想到日记可以这么的丰富。那自己本来就很喜欢买文具，从小到大去逛进口超市的杂货区，那个地方就会有非常多新奇的文具，比如说轻松熊的圆珠笔，一些基础图案，比如说波点或者是条纹的贴纸，还有一些印章印泥。我记得这个就是当时在那个超市里面央求我妈妈给我买的，但是家长同意买以后就会问你这个有什么用吗？确实那个时候在不知道手账之前就不知道这些东西可以用来干嘛，因为如果你把它们用在作业本里面的话，好像又会担心交上去会被老师批评，就是把一个比较严肃的作业搞得很花里胡哨的那种感觉。所以在他告诉我世界上有手账这个东西之后，好像那种经年累月的对文具的热情一下子就有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就可以告诉自己说啊，原来买这些东西是可以用来做手账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记手账。我记得16年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去
豆瓣上的手账小组里面了解关于手账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品牌、尺寸等等。那我当时做一下功课，其实还是没有特别的明白。比如说 A5、A6 这些尺寸啊，或者是一些活页、定页这些的分类。但当时就想说，那我就买一个单独的本子用来当手账本好了。于是就买了这一本。这个本子是在一家实体店的无印良品买的。选它的原因，一个是它的尺寸很明显跟平时学习用的那种 A5 本不一样，就是会比 A5 本小一些。我在整理之前一直以为这个本子是 A6，但其实不是啊，这个是 B6 大小的。它的前面有这样一个拉链口袋，里面就可以去放一些东西。我当时是想说把一些贴纸或者是胶带放到里面，还有一些做手账用的笔，就是有一个收纳的功能。但是如果你把笔放进去的话，它就不平了，写字不会很舒服，所以并没有这样操作。然后背面的话是有一个弹力绳，它是可以这样把它给捆住，但因为拉扯的次数太多了，所以它已经松垮了。除非再去买一根类似的绳子把它拆下来重新安装，否则的话它用到后来了，这种设计都会变成这样的。那现在我们就可以一起的去翻一翻这本我从2015年，也就是我16岁开始写的手账本。那我觉得第一本手账它可以简单的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买了一些用来做手账的装饰性的文具，给它们做了一些图鉴，比如说像这种胶带，还有贴纸。其实感觉贴纸完全没必要做图鉴吧，用一个少一个。这边是印章，还有修饰带。因为时间还是过了挺久，所以虽然是 MT 的胶带，放到现在好像也已经氧化变黄了。这个是当时买了一些彩色的荧光笔，还有这个上面有一些彩色墨水的试色。我记得是高中的时候，好朋友就知道我很喜欢这些嘛，然后有一年的生日礼物送了我几瓶彩墨。这边也是一些胶带拉条做图鉴，所以记了10年以后，我就是会觉得，可能没有到10年吧，大概有个5、6年的样子。那个时候就意识到，真的不要再买整卷的胶带了，因为真的用不完。比如说像这个不太记得是10年前还是9年前或者8年前买的吧。就是我每次要粘什么时候都会用它，但它现在还有这么多，所以感觉买胶带的话还是买分装比较好。如果真的特别喜欢，可以考虑买整卷，不然真的很难用完。那第2个部分呢，我觉得就是跟安利我手账的同学的那个本子一样，是一种做了装饰的日记，或者是说周记。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1篇手账，这个虽然没有写年份，但我知道它是2015年10月18号写的第1篇。里面会有提到一些跟学习相关的内容。我记得当时，如果考到年级前10嘛，会发奖学金，然后一次是400元。
那个时候就真的很想拿到这笔钱，用来买手账本，或者说其他一些文具。然后当然也是通过不断的刷题啊，努力学习。于是，在第2篇，也就是不是第2篇，记错了吗？好，那就是第3篇。12月份的时候就写，居然真的拿到了，简直像做梦。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记手账，我觉得这是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正反馈吧。就是可能你心里会有一些想要实现的目标，但是又怕告诉别人自己到时候实现不了会有点丢脸，那就自己默默地记在本子上，然后再去努力去完成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些任务，最后能够实现以后，真的就特别的开心。也是后来拿那个钱买了手账本吧，我印象中，还有就是买了一些胶带。那除了这种开心的事情，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比如说我记得是在这一面吧，这一面就是吐槽高中生活，主要就是一些跟同学还有老师之间的人际关系，一些发生的让人觉得不爽的事情吧。我觉得这个时候记手账可能主要是出于一种发泄情绪的目的，就是有一些让人觉得很烦的事情，可能跟同学跟好朋友吐槽了以后还是觉得不够，于是我就在本子里面去详细的书写到底是哪些事情让我觉得不爽了，然后整整写了2大面。但是呢，就是过这么多年以后，我自己再去看里面写的一些内容，就不太记得了，特别是像是吐槽同学或者是老师吧，可能我并不会用真实的姓名，而是用他们姓名的首字母拼写。然后我现在真的是想了很久，也想不出来有一些字母它到底代表的是谁，所以感觉很多事情就是那样，感受的时候会觉得是天大的事情，但是过了很多年以后，你再去看，真的就是觉得没什么，甚至连这个事件本身的细节都已经记不清了。那上高中，当然也会去想象说自己以后上大学会是什么样嘛。这个应该算是我最早一篇的旅行手账吧。因为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会去想象自己大学在哪个城市就读嘛。那我当时第一想去的城市就是北京，第2个就是留在自己生活和长大的武汉。所以虽然一开始没有跟大家介绍，那我们现在再去回翻到这个拉链袋，就会发现其实这里面放的是2张拼接在一起的照片，就比较典型，一个是故宫的下雪的红墙，一个是樱花树，分别代表了北京和武汉2座城市，其实也是中国大学最多的2座城市了。所以爸妈知道我很想去北京读大学嘛，高中的有一个寒假就带我去北京玩，然后也是过年的时候去的。其实过年反而北京没什么人，还挺空的。那我们当时就是去了滑雪，应该是去的南山滑雪场。我还是蛮喜欢滑雪的，包括滑冰我也很喜欢，就是这种冰雪运动自己会比较容易上手。记得当时好像是爸给我请了一个教练，然后跟着那个教练一起学，就学得还蛮快的，会比像跑步这种运动更让我觉得能够收获到快乐一些。然后我们也有一起去逛庙会，还有商场，还有去吃烤鸭什么的。所以最后这个地方落脚点就是会说考大学人还是很想去北京啊什么的。所以时间过了这么久以后，再去回看自己写的一些东西，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搞不明白自己当时的脑回路是什么，因为现在再翻过来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羞耻。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记得当时是看完小说以后，就把这个小说最后的一句话抄在这个本子上。现在去看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中二，简直就是有中二病啊！但是不知道当时是自己怎么想的，就是写上去了。反正我觉得现在再去看就会觉得很搞笑，但是又觉得幸好有这些记录。那个时候其实就会开始把生活中收集到的有纪念意义的一些东西贴在本子上，像是刚刚我们一起翻过第一篇，里面会贴一些买的服饰的标签。印象还比较深刻的是有贴一些电影的票根，比如说这个。还有就是这里。那我现在再去看这两面贴的票根，一个是觉得很巧合，因为这两部电影就是在去年都有上他们的续集嘛，一个是《疯狂动物城2》，一个是《惊天猛盗团3》。再就是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一张和刚刚翻的这一张，他们都是有用冷表膜去把票根给贴上，但是你看这一篇它的票根，除了我自己描的文字以外，其他的真的是什么字都没有了。而这一篇呢，它甚至连二维码都还很清晰。就是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两个按理说都应该是用那种热凝纸打印出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就字迹消失很快，有的就可以保存很久。不过根据我的经验，你想要好好的去保存票根的话，就直接把它夹到本子里面，什么都不去管它，这样就好了。因为不管你是去用冷表膜贴它，还是会去用热的塑封来保存它，都会去加速字消失的速度。还有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就是这个，这个是当时去参加手账集市，应该也算是我参加的唯一一次集市嘛的门票。对，没错，10年以前就有手账集市了。不过我觉得那个时候记手账并不是一个特别大众的爱好。那我观察一下，好像这2年各个城市的手账集市都还挺频繁，甚至称得上密集的。不过我就没有再去凑这个热闹。那当时去逛这个集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基本上都是店主本人再去摆摊，然后除了售卖一些产品以外，有的店主他可能还会把自己的手账本带过来，然后摊开放到桌子上，可以让大家随意的去翻阅。所以那个时候的集市确实会感觉更像是一种同好的交流的平台吧。那这种现场贩售的形式决定了必须去准备比较受欢迎的、比较流行的手账相关的产品，所以像当时那个时候，大家其实记定页手账是比较多的，反而没有很多摊位会去卖像是活页内页这种东西，可能现在就不太一样了。不过这个也是我根据网络上一些观察到的情况对比出来的结论，不知道是不是现实中就是这样。那这个本子其实并没有记完，大概记了个2/3的样子吗？后面的这些就都还是空白的，因为自己肯定是很喜新厌旧的买了新本子去用了。10年前可能自己并不会想象得到能够坚持这个爱好这么多年，那不断的去尝试各种的品牌、各种的设计、不同尺寸的本子、定页本、活页本、all-in-one 手账、专题手账、垃圾手账，
不同的装饰的风格等等，确实可以给人带来很多的新鲜感。那进入不同的人生阶段，面临的课题、度过的具体的生活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学生时代就会主要把重心放在学业上面，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迷茫，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工作以后呢，又得努力的转变身份，去适应和融入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保存自己好像就是一种本能，而我选择了手这样一种载体。它的起源可能是学生时代书写和文具的喜爱，那渐渐的就形成了一种习惯。过了若干年以后，再去回看自己记的手账，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还蛮幼稚的，有的时候又会觉得那个时候好脆弱。但是我想最大的情绪应该是庆幸吧，庆幸有这么多的本子能够保存不同的阶段当时的自己，才会在这个时候意识到原来已经走过了这么多路，自己成长了这么多。我想这可能是坚持记手账，或者是说能够坚持记录的根本原因。那现在如果要问我10年以后会不会还在记手账，我可能不能给一个很确切的答案。记得上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都会有那种活动，就是去问你想象一下多少年以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我感觉这个题对我来说就很难，因为我想象不到，我可能最多只能幻想到3年以后的生活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形势如何变化，忠实的、完整的去记录和保存自己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坚持的做下去。那除了这一本以外，还有很多本不同的本子，可能之后再找一些其他的主题来给大家翻翻看一下。那么这一期视频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看到这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啦。